原书女主最不愿意看到的事，就是我变得知书达理，因为只有我骄纵蛮横，才能在男主面前衬托出他的乖巧懂事。怎么会这样？3年不见，他怎么褪去了那身草包气，变得如此沉得住气？若是让苏轩哥哥见到他现在这副勾人的模样，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好过。宁姐姐，好久不见，真没想到能在这灵山寺遇见你。林小姐客气了。众所周知，宁王府嫡系一脉只有本郡主一棵独苗，我可没什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妹妹。林小姐还是唤我郡主便好。是我失礼了，还请郡主见谅。郡主这次回京，想必是要久居了。王爷那么疼您，一定挑好了乘龙快婿吧？也不知是哪家公子有这等福气，能得郡主青睐呢？我逃离主线剧情去了1周3年，你和男主苏轩竟然连婚都没结成，没了我这个恶毒女配在中间作天作地给你们当催货剂，你这小白花的心机段位可是一点没长进啊！一开口就漏了气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本郡主可不像林小姐，成天对别人家的郎君这么感兴趣。怎么，不知林大人有没有为林小姐找到如意郎君啊？他是在嘲讽我嫁不出去？我父亲只是个五品礼部郎中，孙贵妃根本看不上我的庶女身份，只许苏轩哥哥纳我为妾。宁月心这个贱人，他偏要往我痛处踩。他这次回京，难道是冲着苏轩哥哥来的？是我的不是，我只是真心关心郡主近况，到底不该妄议郡主亲事。来吧，像以前那样被我激怒，在这清静之地大发雷霆吧。只要你闹起来，我看宁王府还怎么给你择婿。林小姐知道就好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家小姐好心好意关心你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阴阳怪气的责怪她。你是郡主就了不起吗？就能这么咄咄逼人，欺负我们小姐吗？你听见没有？你今天必须向我家小姐道歉。红娘，别说了，快别说了。我本不想掺和你们这破剧情，你非得赶着上来送人头。哪来的奴婢，也敢对郡主无礼？郡主您这是我唐突了，可红娘她何错之有？敢对当朝郡主大呼小叫指手画脚，这叫何错之有？没有当场把这奴婢扭送府衙，已经是我们郡主天大的仁慈了。林小姐若是对我们郡主的规矩有意见，我看不如就把这刁奴送去京兆尹的大堂上，让府衙的大人们好好审一审，这五品官员的家教到底是个什么路夫。是红娘之过，望郡主看在她护主心切的份上，饶过她这次。看来林府的下人规矩确实不怎么样，不过倒是都挺忠心的，还望林小姐回府后将下人好生调教，不然下次可能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还不赶紧谢过郡主！谢郡主宽恕，谢郡主宽恕。行了，松手吧。臣女多谢郡主宽抚，告退。这对主仆成天哭哭啼啼的，总摆出一副郡主欺负了他们的模样。今儿可算是出了口恶气，还是郡主厉害。也不算厉害，不过就是
这次真欺负了他们一回罢了。都说虎父无犬女，郡主如今这模样，大气沉稳，通身贵气，真衬得起咱们宁王府的门楣。郡主，要不要去庭中坐坐，喝杯茶再走？上好的碧螺春，清香沁人。郡主今日做得极好，林家那丫头仗着太子殿下的青睐，这些年在京中愈发不把人放在眼里。今日这一遭，也算是给她提个醒。哦，嬷嬷也知道林家那些事。老奴虽跟着郡主去了益州，但京中的消息还是知道些的。林家那位庶女这3年可没少折腾，听说太子殿下为了她，连贵妃娘娘的话都敢顶撞了。真爱无敌是吧？冲破世俗阻碍是吧？男主为爱反抗母亲，女主忍辱负重，中间再穿插我这个恶毒女配从中作梗。苏萱，我喜欢你。最后被男女主联手反杀，这不就是经典的玛丽苏爱情故事吗？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恶毒女配。原身从小被宠坏，偏偏爱上太子，以为把情敌赶走，太子就会回心转意，结果每一次出手都成了人家感情升温的催化剂。想想就觉得窒息。好在我穿过来的早，那时候圣上还没下赐婚的旨意，原身也没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蠢事。我当机立断，一句想去益州散心，求宁王把我送走。这一走就是3年。益州山高皇帝远，没有京城的明争暗斗，没有小白花晃悠，更没狗屁赐婚。这3年我过得那叫一个滋润，原身那点骄纵蛮横早被磨平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这副云淡风轻、宠辱不惊的大家闺秀做派。当然，骨子里还是我那个从福利院摸爬滚打出来的灵魂，只不过表面功夫做得好罢了。我在益州待得好好的，这次回京也不是我自愿的。郡主，王爷派老奴来接您回府，宫中传了圣旨，让您即刻回京待选。待选什么？自然是太子妃的人选。我当时就想骂娘，3年了，怎么还没倒过这个破剧情？但圣旨难违，我只能收拾行囊回京。一路上我都在琢磨，怎么把自己从这潭浑水里摘出去。我可不想嫁给苏轩，那可是男主，娶了女主才能有好下场。我要是嫁过去，纯纯给人当垫脚石。至于林洛因今天为什么会在灵山寺遇到我，想来也不是巧合。我回京的消息瞒不住人，他多半是特意来打探虚实，想看看3年不见的我变成了什么样，对他构不构成威胁。结果嘛，他不仅看到了，脸也被打肿了。郡主，您说林小姐回去之后会不会去太子殿下那里告状啊？告就告呗，我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他的丫鬟对我无礼在先，我教训2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要是真为了一个丫鬟来找我麻烦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。传出去，他这太子的脸往哪儿搁？还是郡主想得通透，原书里的宁月心太傻了，把苏轩当成天，一颗心都扑在他身上，任他践踏也无怨无悔。可我不是他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可是月心郡主？正是。方丈命小僧来请郡主往后殿一叙，说是有贵客想见郡主一面。郡主要不要去？去看看吧，来都来了。郡主请随奴婢来。臣女宁月心参见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孙贵妃怎么会在这里？又为什么要见我？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本宫听说方才郡主在前殿与林家那丫头起了些冲突，回娘娘的话是林家丫鬟出言不逊，臣女略作惩戒，不成想惊扰了娘娘，实在惶恐。惶恐什么？你是堂堂郡主，教训一个丫鬟有什么惶恐的？本宫倒是没想到，3年不见，郡主的性子倒是稳重了许多，不像从前那般。从前的宁月心，那可是京城出了名的骄纵小霸王，追苏轩追得风风火火，哪有半点稳重的影子？臣女从前年幼无知，做了许多糊涂事，这几年在益州日日反省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实在是惭愧得很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郡主如今这般模样，宁王想必也很欣慰。是。
郡主这次回京，可知是为了什么？臣女听闻是待选之事，但具体如何尚不清，一切还要听父王安排。郡主倒是个懂事的，那本宫就直说了吧。太子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该成家了。郡主与太子自幼相识，门当户对，本宫一直都很看好这门亲事。不知郡主意下如何？来了来了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孙贵妃是后宫第一人，她看好的事儿，我一个郡主哪有直接说不的？但要是答应了，那我岂不是要步原身的后尘去死？不行，得想个法子拖一拖。娘娘抬爱，臣女感激不尽。只是太子殿下乃是国之储君，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。臣女才疏学浅，只怕配不上殿下。什么配不配的？你是宁王独女，身份尊贵，有什么配不上的？娘娘，太子殿下来了。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。宁月心，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我能理解他的震惊。3年养尊处优，我脸上的戾气全消。今日这身淡青色襦裙，衬得我清雅出尘，宛若空谷幽兰。换我是苏萱，我也认不出来。萱儿，愣着做什么？月心郡主回京了，你这个做兄长的也不知道打声招呼。郡主安好，多年不见，郡主变化很大。殿下谬赞，是臣女从前不懂事，让殿下见笑了。他竟然如此淡然。以前见到姑，他哪次不是欣喜若狂地扑上来，或者哭诉相思之苦？你们2个也是自幼相识的，怎么如今见面倒生分起来了？萱儿，本宫正与郡主说起你的婚事呢。郡主谦虚说自己配不上你，你觉得呢？老狐狸，孙贵妃明知道苏萱心里有个林洛音，偏要在这时候当着我的面提婚事，这是想让她当场拒绝我，好让我死心难堪，还是想试探她的态度？不管怎样，我都不打算配合。娘娘说笑了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哪有我们小辈智慧的份儿？况且臣女此番回京，尚有许多事务需要料理，一时半会儿也顾不上这些，还请娘娘容臣女先告退。也罢，郡主舟车劳顿，是该好好歇息。改日本宫再设宴款待郡主，届时咱们好好聊聊。刚才那一幕，也就是我演技好撑住了。孙贵妃那个老狐狸，3言2语就想把我往沟里带，幸好我反应快，不然还不知道要被他绕进什么坑里。郡主，您刚才当着贵妃娘娘的面，是不是对太子殿下太冷断了些？万一贵妃娘娘不高兴，降罪下来，不高兴又如何？难不成她还能为了这点小事治我的罪？她孙贵妃要的是一个知书达理、识大体的太子妃。我今天表现得越得体，越不争不抢，她就越满意。至于苏萱，哼，她心里装着她的白月光，巴不得我对她冷淡呢，省得再像从前那样死缠烂打。还是郡主高明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回府，先看看我那位好父王给我安排了什么戏码。郡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王爷在书房等您多时了，吩咐老奴让您一回来就立刻过去一趟。宁王府的书房我可太熟悉了。父王，我就要嫁给苏萱哥哥，你去求皇上赐婚嘛！换了心思的我说要去益州，被原主烦怕了的便宜老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如今我回来，这老爹还不知道会怎么应对我。回来了，今日去灵山寺上香，可还顺利？回父王的话，一切顺利，只是在寺中遇见了贵妃娘娘。贵妃也在灵山寺？是，女儿不仅遇见了贵妃，还在前殿与林诺英起了些冲突，掌掴了她的丫鬟。随后，孙贵妃便派人召见了我。贵妃当面提起婚事，你是如何应对的？女儿推说婚事乃父母之命，自己做不了主，便找了个借口，
提前告退了。做得好。你可知这次召你回京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女儿听闻是待选太子妃之事。不止如此，太子今年已经20有2，早该成婚了。但这几年贵妃为他相看了不少人选，他一个都没点头。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在等林家那丫头，可贵妃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让一个五品官的庶女当太子妃？所以这婚事就这么硬生生拖了下来。直到前些日子圣上下旨，让各家适龄的贵女入宫待选，贵妃这才急了。原书里可没提这些细节，看来剧情偏离之后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你是我宁王府的独女，身份尊贵，又与太子自幼相识，贵妃自然会把主意打到你头上。但你要记住，这门亲事绝不能应。父王的意思是？太子看着风光，实则处境艰难。他母妃独宠后宫，难免招人记恨。圣上如今春秋正盛，太子这储君之位坐得稳不稳还两说呢。况且太子心里有人，你嫁过去不会幸福的。女儿明白，女儿也不想嫁给太子。你能想通就好。从前你对太子那份心思，为父都看在眼里。这3年你在益州，为父也一直担心你想不开。如今看你这般通透，为父也就放心了。原身对苏轩的痴情，给宁王添了不少麻烦。如今我顶着他的身份，倒是要替他好好尽孝还债了。好好歇息吧。明日开始，只怕会有不少人家来下帖子，你挑几个合适的去应酬应酬，也该让京城的人知道，我宁王府的郡主回来了。郡主，今日那林小姐也太可恶了，明知道是她丫鬟的错，还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真是恶心人。随她去吧，反正吃亏的又不是我。还有那个太子殿下，听说长得极好，今日郡主见了，觉得怎么样？长得是不错，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郡主从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先前您一提起太子殿下，那眼睛都在放光。那是从前，现在我可没那个闲心，赶紧帮我把这发髻拆了，困死了。是。郡主，这是这些日子以来收到的请柬和拜帖，都是听闻您回京后送来的。怎么这么多啊？郡主3年不在京中，大家都想看看您如今是什么模样，自然要下帖子邀请您赴宴了。我真是一个帖子都不想接，奈何老头子发了话，我宁王府的郡主不能畏畏缩缩缩在家里，让人看清了去，总得让人知道我回京了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怎么了呢？四公主苏嫣的赏花宴，男主的亲妹妹，女主后来的亲亲闺蜜。好家伙，这是鸿门宴啊，有点兴奋了，怎么回事？郡主，四公主的宴会只怕不好应付。四公主与您素来不睦，这次下帖子多半没安好心。不安好心才要去，躲着算什么本事？正好让京城的人看看本郡主回来了，那奴婢这就去给郡主准备赴宴的衣裳首饰。原书里四公主初期和林洛因不对付，后来被感化成了好闺蜜，标准的先抑后扬洗白套路。不过现在嘛，林洛因还没来得及感化她，这个赏花宴倒是挺有意思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京城第一美人吗？名不虚传啊！郡主今日这般模样，只怕整个京城的贵女都要被您比下去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别让四公主等急了。
那是谁家的小姐？怎么如此好看？瞧那派头，应该是哪家的郡主吧？莫非是宁王府的月心郡主？我听说她前几日回京了，就是那个3年前追着太子殿下跑的那位？不会吧，那位不是出了名的骄纵蛮横吗？哪有这般气度？人中是群有事，怎么看到这般气度？真美啊，不愧是皇家园林。冲着这等美景，这趟也算没白来。宁王府，月心郡主到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宁月心郡主吗？一开口就直呼我的本名，不用封号称呼我，这是在暗讽我没有正经封号，只是个靠着老头子的普通郡主呢。四公主苏嫣虽是受宠的孙贵妃所生，但因为非嫡出，按祖制只能等出嫁开府才能得赐封号。她觉得她是公主，天生就比本郡主高一等。我有封号，她却没有，一定是我抢了她的风头。你穿的这都是些什么破烂？她怎么长成了这副模样？如果这都算姿容平庸，那本公主算什么？宁月心，见到本公主还不行礼？我就不跟公主见外了，毕竟按祖制，公主还未出嫁开府，亦未得赐封号。若受了我的权礼，免得等会儿公主还得给我还礼，多折腾啊！公主息怒，月心郡主才回京，舟车劳奔，许是累着了，说话不过脑子也是有的。您别跟她计较，好一朵善解人意的解语花，表面打圆场，实则拐着弯骂我蠢，说我说话不过脑子呢。本郡主可没那么天真。这位是月心郡主贵人多忘事，我是沈家婉清，3年前咱们还在宫宴上见过呢。哦，原来是沈小姐啊。抱歉，我在益州待久了，京中的一些阿猫阿狗和事儿都有些记不清了。不过沈小姐放心，我虽然舟车劳顿，但脑子还是清醒的。我说话向来是过脑子的。宁月心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本公主今日设宴，是给你面子才请你来的。你倒好，一来就给本公主甩脸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本公主？这四公主是真的没长进啊！3年前就这套说辞，3年后还是这套，话术能不能更新一下？四公主息怒，月心郡主初回京城，想必是不太适应京中这些繁文缛节了。咱们都是自家姐妹，何必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呢？丞相府嫡长女顾清韵，人称京城第一才女，原书里太子妃的热门人选，果然是个八面玲珑的端水大师。月心郡主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顾小姐客气了，我倒是早就听闻顾小姐的才名，今日一见，确实气度不凡。行了行了，都入座吧。本公主今日设宴赏花，可不是花钱请你们来吵架的。郡主，刚才那个沈小姐
以前就跟四公主一起针对过您，您可得防着她点儿。放心，跳梁小丑罢了。林小姐到。林洛音，咱们的女主角终于来了。哟，身后跟着的丫鬟换人了，看来那天在灵山寺那一巴掌打得不轻啊。粉衣丫鬟到现在还没下床呢。臣女林洛音见过四公主。起吧。四公主虽然没脑子，但骨子里最看重嫡庶尊卑。林洛烟一个五品官的庶女，在她眼里连根葱都不算。看来灵山寺的仇她还记着呢。不过今天这场子，她这朵小白花怕是只能缩着了。诸位姐妹，今日春光正好，只是喝酒赏花未免无趣，不如咱们来点助兴的节目如何？好，本公主听闻在座诸位都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不如咱们就以这满园的桃花为题，各自作诗一首，如何？对了，月心郡主才从益州回来，想必见识了不少风土人情，不如就由我们郡主先来抛砖引玉，如何呀？作诗？你要我的命直说。原身从小不学无术，琴棋书画样样稀烂，脑子里除了追男人就是追男人。我前世虽然读过书，但我是个纯纯的理科生啊。是啊，郡主在益州待了3年，想必这文采一定大有长进。咱们可都伸长了脖子，等着拜读郡主的大作呢。是啊。有了，前世背过的唐诗里刚好有一首绝对能压死他们的，虽然是抄的，但在这个架空世界，白居易他老人家应该不会怪我借用一下吧。既然公主有命，那本郡主就献丑了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公主觉得如何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吗？好诗，郡主这首诗意境深远，浑然天成，当真是妙极。是啊是啊，没想到月心郡主竟有这般惊世才华，那句长恨春归无觅处写的简直绝了，我等自愧不如啊。哎呀，诸位谬赞了，不过是随便看风景瞎诌了几句，当不得真。哼，不过是碰巧做了一首诗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郡主，您什么时候学会作诗的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哦，在益州太闲了，随便翻了2本书学的。接下来林洛烟念了首普普通通的5言绝句，反响平平。然后四公主又提议玩投壶，这可是原身的拿手好戏。郡主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沈小姐有话直说，本郡主腿酸，不想借步。郡主，我知道您今日出尽了风头，
但四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，您这般驳她的面子，只怕日后会有麻烦。哦，所以呢？所以我想劝郡主一句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您若是能放低姿态，去跟四公主道个歉，交个好，对您只有好处。沈小姐与我素不相识，为何要特意跑来提点我？郡主多虑了，我不过是看不得姐妹间起争执，想做个和事佬罢了。沈小姐，收起你那套挑拨离间的把戏吧，让我放低姿态去讨好别人。抱歉，我宁月心的骨头太硬，弯不下来。这和事佬，你还是留着去给别人当吧。你不识好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皇兄，您怎么来了？路过微园，听闻你在设宴，顺道来看看。皇兄来的正好，今日宴上可有不少才貌双全的姐姐妹妹呢，皇兄不妨看看，有没有中意的？见过太子殿下。皇兄既然来了，不如也出个题目，让姐妹们展示一下才艺，如何？随便你，我没什么兴趣。既然皇兄在，咱们就来点高雅的，不如比试抚琴，如何？琴艺可不是一天两天能速成的，刚才作诗还能背背，抚琴可是要见真功夫的。月心郡主，刚才作诗你拔得头筹，这回抚琴你可敢下场啊？这四公主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？原身的琴艺确实垫底，她这是想借机让我在渣男太子面前出丑呢。四公主息怒，琴艺讲究静心，强求不得。郡主若是不想下场，大家又何必为难她呢？好一朵盛世白莲花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不想下场，用激将法逼我骑虎难下。我退缩了，她如愿以偿。我硬着头皮上场出丑，他更高兴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！多谢林小姐关心，不过既然公主有命，本郡主自当从命。至于会不会为难，林小姐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。宁月心，你这个草包，就等着在太子殿下面前丢尽脸面吧。好啊，郡主，请吧。原身的琴艺确实烂，但我不是原身。前世在福利院本就有老师教过我弹琴，加上这3年在益州的日夜苦练，糊弄你们这帮深闺娇花还是绰绰有余。妙哉，郡主这一曲当真是神乎其技，清韵自愧不如。太好听了，郡主这琴艺怕是京城无人能及了。我从未听过这首曲子，郡主这是什么神仙曲目？
这首曲子叫《高山流水》，是我在益州时偶然所得，随便练练罢了。这不可能！那个只知道追着太子跑的草包，怎么可能弹得出这种曲子？郡主，您太厉害了，奴婢都不知道您还会弹这么好听的琴。基本操作，以后让你见识的还多着呢。月心郡主拔得此次宴会头筹。月心郡主，太子殿下请您去后花园凉亭单独一叙。该来的麻烦还是来了。郡主来了。殿下，不必多礼，你我自幼相识，不必这般生分。殿下找我有何吩咐？你变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3年前的你，绝不是这个样子。人总是会变的，3年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事。可是，你变得太多了，你的诗才、你的琴艺、你的气度，都跟从前判若两人。我不禁想问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好，他该不会是怀疑我身份有问题吧？不行，得想办法糊弄过去。殿下，我在益州的3年，每日反省自身，深感从前种种行径实在是荒唐可笑。我痛定思痛，决心改过自新。这3年，我日日苦读诗书，勤练琴艺，就是为了洗刷从前的污名。你当真想通了？想通了。那从前的事，殿下，从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不想再提了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以为我还对他念念不忘，特意把我叫来，想坦诚告诉我他心里有别人，让我别纠缠他。男主果然是男主，自我感觉良好得很，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喜欢他，殊不知我早就对他没了兴趣。殿下若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前日在灵山寺的事，殿下是想为林小姐讨个公道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殿下不必解释，是他的丫鬟对我无礼在先，我不过是略施惩戒。若殿下觉得我做的不对，大可去找父王议论。宁月心，你请叫我郡主。殿下，我有名字，也有封号，还请殿下尊重。原身对他卑微了那么多年，今日我总算是替他出了这口恶气。郡主，太子殿下找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叙叙旧。今天这一遭虽然累，但收获不小。首先让京城的贵女们见识了我的变化，月心郡主再也不是从前的草包了。其次，
让四公主和林洛因都吃了瘪，出了口恶气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我让苏轩知道我对她没感情了，断了她那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郡主，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。怎么回事？郡主，前面好像有人拦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有人敢拦宁王府的马车！不认识啊。郡主，那是四皇子。四皇子苏横，孙贵妃的小儿子，太子苏轩的同母弟弟，今年19岁。在原书里，他不过是个偶尔帮太子说两句话、打酱油的透明配角啊。他这阵仗，为什么要拦我的马车？月心郡主，好久不见。见过四皇子。不必多礼，我今日拦郡主的马车，是有件要紧事，想跟郡主商量。不知四皇子有何事？此处人多眼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郡主若是方便，不妨驻步旁边的茶楼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谈。这四皇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郡主今日在威园的表现，着实让本王刮目相看。四皇子也在威园。本王虽然没去，但消息还是很灵通的。听说郡主的诗才和琴艺惊艳四座，连本王那位好皇兄都看直了眼呢。四皇子特意拦下我的马车，还清场这听雨阁，总不是为了专门夸我几句吧？郡主果然爽快，那本王也就直说了。本王知道母妃有意让郡主嫁给皇兄，但郡主显然对这门亲事一点也不感兴趣。本王猜的可对？那又如何？本王有个提议，或许能帮郡主彻底解决这个困境。郡主不妨嫁给本王。郡主别误会，本王对郡主没什么非分之想，只是觉得咱们两个可以合作。合作？郡主应该清楚，本王虽是母妃亲生，但从小就不受父皇重视，在朝中也没什么势力。比起太子皇兄，本王就是个不起眼的闲散皇子。而郡主呢，虽然是宁王独女，身份尊贵，但我母妃显然更想让你嫁给皇兄，不过是为了笼络宁王府的势力罢了。与其让你嫁给皇兄，成为他和林家那丫头之间的牺牲品，不如嫁给本王，咱们互利互惠。你摆脱母妃的算计，我得到宁王府的支持。提议是不错，可你母妃是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，让你截胡太子的。这就要看郡主愿不愿意配合了。皇兄心里只有林洛因，而母妃绝不可能让一个五品官的庶女当太子妃。这太子妃的位置，迟早要落到别人头上，而你，是母妃目前的头号猎物。本王的计划很简单，
我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向你求婚。当众求婚？对，到时候不管母妃愿不愿意，只要圣上点头，这门亲事就是铁板钉钉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，皇上会把宁王独女赐给你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？郡主放心，本王虽然不受父皇重视，但父皇毕竟是本王的亲生父亲，偶尔撒撒娇还是管用的。你这么做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本王说了，要宁王府的支持。只是这样。郡主可知道，皇兄的太子之位，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。什么意思？父皇虽然立了皇兄为太子，但这些年对皇兄的不满也是日渐增多。皇兄太过优柔寡断，又被母妃牵着鼻子走。父皇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是有数的。本王虽然不争不抢，但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原来如此，这四皇子看似不争不抢，实则早就在暗中布局了。他想借宁王府的势力增添筹码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真是个聪明人。而且，嫁给他确实是个完美的选择。他不是男主，没有狗血虐恋，他是个实用主义，不爱林洛因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一场平等的权势合作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郡主当真？当真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郡主请说。我要你保证，婚后你不会纳妾。至少，在我生下嫡子之前，绝对不许纳妾。郡主放心，本王虽然名声不太好，但还不至于连这点承诺都做不到。况且，郡主这般人物，本王若是还要纳妾，那才是脑子有问题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。月心这丫头真是越发出落的标致了。依本宫看，太子和郡主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生一对呀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事相求。恒儿有何事？儿臣仰慕月心郡主已久，恳请父皇为儿臣和郡主赐婚。恒儿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陛下，月心郡主乃是宁王独女，身份尊贵，配太子才是门当户对。恒儿只是个闲散皇子，如何配得上？母妃此言差矣。儿臣虽是闲散皇子，但也是父皇的亲生儿子。难道连父皇的血脉就配不上一个郡主吗？轩儿，你怎么看？儿臣愿意成全四弟。好，既然轩儿都同意了，那朕就成全你们。月心郡主，你可愿意嫁给恒儿？臣女愿意。传朕旨意，四皇子苏恒与月心郡主宁月心赐婚，则即日完婚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听说了吗？四皇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居然肖想月心郡主。月心郡主也是眼光不行，放着太子不嫁，偏偏嫁给一个闲散皇子。嘿，听说孙贵妃被打了脸，在宫里大发雷霆呢。郡主，四皇子对您可真好，奴婢看他不像是在演戏。
他表面玩世不恭，其实心思细腻，很会照顾人。也许这不只是一场合作。太子妃的人选居然是丞相府嫡长女顾清韵，而我居然只能给别人做侧妃、做妾。不，我不能放弃。只要我能进东宫，迟早有一天会熬出头的。听说苏轩同意了纳林洛因为侧妃，在太子之位和爱情之间，他还是选择了太子之位。不过林洛因不知道的是，顾青云表面温婉贤淑，手段可比他高明多了。两个人在东宫里明争暗斗，好不热闹。男主配女主，果然是一对冤家。3年前，我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了一个恶毒女配。3年后，我即将嫁给一个皇子，成为皇子妃。命运真是奇妙。一拜天地。也许，这真的不只是一场合作。当初我还觉得你嫁给四皇兄是下家，现在看来，你才是最聪明的那个。公主谬赞了，你就别谦虚了。你不知道东宫现在有多乱，皇兄被那2个女人折腾得够呛。听说前几天林氏又闹了一出，差点被皇嫂赶出东宫。哦，这么严重？可不是嘛，林氏仗着皇兄的宠爱，处处跟皇嫂作对。皇嫂又不是吃素的，2个人斗得不可开交。皇兄夹在中间，两边都不敢得罪，简直窝囊极了。原书里的男女主果然还是走上了虐恋的道路，只不过现在欺负林洛烟的人变成了顾青韵，而苏轩依然是那个优柔寡断的男主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命运真是奇妙。顾青韵顺理成章成为皇后，林洛依被封为贵妃，后宫的争斗更加激烈了。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月心啊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在这个世界，我就是宁月心，就是月心郡主，就是瑞王妃，这是我的身份，也是我的人生。